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跟大家谈一谈，做一个新渔民，那些你该想到的事儿。现在很多人都渔民，渔民是一个浪潮。那么渔民是件什么事儿呢？很多人认为从我的国家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就是这么件事儿，然后有很多的理由。那么做一个渔民应该怎么做好，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谈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想和大家谈一谈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渔民？这些理由是些什么呢？这个其实不需要太多讲，大家都知道。因为战争，很多人渔民了；也因为要学习，也渔民到了其他的国家。可能因为工作上的不顺，也可能因为自己有了很多的钱，需要到外面去。有的人觉得渔民是为了学习一点新鲜的事儿，有的人觉得人生需要见到不同的世界，所以就有了渔民。实际上我出国很多年的感受，大部分渔民出国的朋友们，渔民以后若干年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我渔民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出来渔民的想法可能只有一个，或许当时是为了留学，或许当时是为了工作，也许是为了家庭，于是他就出国了。出国了以后呢，没有想到人生的成长和人生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他可能没有想到，渔民实际上就是重新选择了生活。所以今天我根据我在国外那么多年的经验，我想和大家谈一谈关于做一个新渔民，你应该想到哪些事儿。大家知道，当你渔民到这里的时候，你面临的是你的文化和历史的彻底的改变。就像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出国的时候也经历了中国的学习和工作，到了这里以后全部改变了。如果说要改变我的人生是很难的，但是如果要适应这里的生活也是需要过程，但这个过程是可以实现的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渔民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新渔民，一个真正的渔民呢？我个人认为，首先当我们渔民到这里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活，面对自己的困境，面对家庭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要奋斗，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面对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不同。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也许我们是为了生活过来，为了生活过来，就不仅仅是为了去挣点钱，为了养个家。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渔民来讲，最大的收获不仅仅在于这里，而且对于大多数渔民来说，他们来到新的环境里边，他们都有很强的工作和自立的能力，他们都能够在工作上，在挣钱上走出第一步。但是要实现一个人的成长，特别作为一个新渔民，融合在这个社会里边，而且能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的话呢，人的困惑是很多的。很多渔民来到这里以后，1年2年，有的一辈子，甚至连他的孩子的教育都没有改变。他们始终坚守着一种文化认同，就是坚守着他的祖地的那种文化和历史。这样当然是从一个方面来讲是对的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我觉得那是失败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你选择渔民了以后，你的新生活就应该适应于新的生活，你应该把自己的眼界，把自己的想法放开，
也就是说，每一个渔民都必须思考这个问题。当我来到这的时候，当我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面对？第一，我们不能采取闭眼睛的办法，也就是说，这不是我的文化，也不是我的历史，也不是我们这种种族的习惯，所以我不认同，我也不管，我就在这生活。这是错误的，因为你选择了渔民，你必须要睁开眼睛看世界。这是第二，就是说，我们一旦面对了现实，面对了新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除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睁开眼睛以外，我们还必须去学会学习，就是说，学习它到底有什么不同，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同？也许过去我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有差别，而过去的想法也许是对的，而现在的想法可能是新的，可能两者融合起来，会让我对新生活、新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。这就是我的选择，这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要去接受这种生活。那么在我们理论上常常说到的就是文化身份认同，就是对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，而不是紧闭着死守着一种文化。比如我来到加拿大，我过去受的是中国的教育，是中国的文化。当我来到加拿大以后，我接受了西方的教育，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东西，那我就要正确的认识这些东西，哪些是适合我的，哪些是不适合我的。而对于我来讲呢，有一个最重要的现在要讲的第三点，就是积极主动的去接触和认识这个社会，让自己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，也就是成为真正的新移民。真正的新移民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要勇敢的和这里的人打交道，勇敢的去融合于这里的生活。这种融合这里的生活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仅是言谈，而且要学习人家的品质，要学习人家的道德，要学习人家的社会规范，还要学习人家的语言，要用人家的文化和人家的情绪来表达你的生活，这样你才会觉得你是这里，是加拿大，是这里的一份子。渔民不是说仅仅你渔过来就完了。当你在国外生活10年，像我在国外生活30年以后，我觉得移民最重要的是，不是说我来这里，我来到了新的地方就完了，我有吃的，我有房子，我有汽车，我就完了，其他的我都不管，不是这么回事。而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文化认同，你对新生活的理解。渔民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事，对于有些人来讲，渔民它是好的，它可以让你更发扬光大你自己的精神，让你走出世界，看到未来，甚至学到很多的东西。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，可能渔民是个郁闷的事情，他来到这里觉得他的生活，他的文化被改变了，他又不愿意接受，他可能失去自己生活的全部的理想，而最后沉闷甚至生病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今天呢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可能谈很多，但是我想提醒大家，提醒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当你决定要移民的时候，你应该注意哪些事，你应该想到哪些事。除了想到因为我的客观原因需要移民的话，那你千万别忘记你的主观移民的意识是什么。难道你只是为了移民来挣个钱，仅仅是移民为了一个家，仅仅是为了孩子吗？那都是不对的。你必须想到你主观的对这个世界，对这个新生活，对这个新土地的认识，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向自己挑战，让自己成为新世界新国土的一个真正的分子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跟大家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提醒大家注意，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不是随意选择的。如果你不想好，出来以后你可能很难。你出来以后，如果你不想好，肯定你移民的一辈子都很难。所以学习无止境，移民是超越的。要做一个好移民，就必须想好我移民到底该做些什么，我应该怎样作为一个移民在新国家里如何生活。今天就简单和大家谈这些，谢谢你。